延长生命的时间操控术。有人说快乐的时光一定很短暂，其实你完全可以过得既快乐又漫长，每天开开心心却又度日如年。不信你回忆小时候的暑假，是不是每天都很快乐，却长的就像过完了一生？反而是现在，我们没有了小时候的那种快乐，时间呢，却过得越来越快。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常说的一年指的是地球绕太阳一周，一秒呢，你可以说是秒针走了一格，但科学家认为不够严谨，所以将一秒定义成了这么个东西，看着一堆挺唬人的，其实重点就2个字：真的。所以你看，从古至今，从一炷香、一个沙漏到天体的运动、原子能级的震荡，不论我们如何来定义时间，本质上都是用一种运动来描述另一种运动。所以客观的时间并不存在，存在的只有运动。这就是狭义相对论里的时空一体性。既然时间并不存在呢，为什么我们还能真切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呢？因为主观的时间确实存在，而且它就像一根面条，可以被拉长，也可以被压扁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真的觉得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，痛苦的时间过得很慢。其实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，这种感觉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因为你的快乐太千篇一律，如果你的手机里拍了很多一样的照片，系统就会提示你删除相似图片。大脑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，哪怕你天天都很快乐，在你回忆的时候，大脑就会自动压缩删除同类记忆，让你觉得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太满足于快乐本身，对未来没有更多的期望，而痛苦的时间过得慢，这种感觉其实就是逃离痛苦的强烈期望带来的。举个例子就很容易明白，比如坐牢这件事很痛苦，对吧？如果一个人坐了20年牢，那么他对这20年的感知一定是这样的：起初度日如年，中间过得飞快，快出来的时候呢，又开始度日如年。因为刚进去的时候，他的心里还来不及放弃对自由的渴望，所以每分每秒都在挣扎，都是煎熬。当然度日如年了，1年半载之后，当他习惯了牢狱生活，内心彻底没有了出去的期望，这时候时间就会开始飞速前进，直到他快要出去了，对自由的渴望重新占领心智，又开始变得度日如年。所以你看，即使是坐牢这么痛苦的事，只要你没有期望，只要你够麻木，时间也是可以过得飞快的。出狱的前一天，虽然是他这20年来最开心的一天，但并不妨碍这一天他度日如年。所以说，主观时间的快慢，其实只跟2件事有关：回忆和期望。回忆能让你判断过去的快慢，期望能帮你调节现在的快慢。一个是让过去显得长，一个是让现在变得慢。让过去显得长，就是多做让你印象深刻又不重复的事情。人并不是活一辈子，不是活几年、几个月、几天，而是就活那么几个瞬间，可能是一次牵手，一段旅行，你可能是一次创业，一次背叛。记忆里这样的瞬间越多，你回头看的时候，生命就会显得越长。而如果你这一生都在按部就班，没有尝试过任何改变，老了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别人的目之所及皆是回忆，心之所想皆是过往，而你只能打瞌睡。刚才那个例子告诉我们，期望越高，主观时间就越慢。现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暑假可以既快乐又漫长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拥有很多的期望，比如考清华还是考北大，当科学家还是当宇航员，期望的程度和主观时间的速度成反比。当期望无限大，时间就会凝固，成为永恒。就像有的人，你只看了他一眼，但觉得整个世界都凝固了，这就是一眼万年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要快？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正在对未来失去期望，一年比一年麻木。彻底麻木之后，10年8年也不过是指缝间的事，一眨眼这辈子也就过去了。而对于有期望的人，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所以想要时间走得慢一点，就永远对未来抱有期望。一个人最完美的状态，不是呼风唤雨，也不是纸醉金迷，而是那句愿有前程可奔赴，亦有岁月可回头。关注思哥，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